决定你未来的绝对不是成功后的狂喜，而是你当下掌控快乐的能力。很多人一生都在拼命奔波，以为只要赚够了钱，升了职，买了大房子，快乐就会自然降临。但脑科学和心理学的大量研究却告诉我们，顺序彻底颠倒了。是你先学会了快乐，成功才会不请自来。你是不是也经常陷入这种状态？每天睁开眼，脑子里就塞满了各种指标和任务，一边为过去做错的决定后悔不已，一边又为还没发生的事情焦虑失眠。明明已经付出了100%的努力，可心里却总是空落落的，甚至觉得越来越疲惫，越来越力不从心。你开始反复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意志力太差，是不是不够坚强，是不是注定过不好这一生？请立刻停止这种无休止的自我否定。我必须郑重地告诉你，这绝对不是你的意志力问题，更不是你不够优秀，而是你的大脑机制被不合理的社会认知误导了。我们长期以来被灌输了一种错误的思想，以为只有对自己足够狠，不断强迫自己，才能换来成功。可事实恰恰相反，你的大脑就像一台精密的发动机，情绪就是它的润滑油。当你的情绪长期处于干涸和高压状态，发动机就会强行磨损，最终彻底罢工。今天我们要拆解的就是一套真正被科学验证的快乐力系统。快乐不是一种凭空产生的运气，而是一种可以通过后天训练提升的底层核心能力。只要你掌握了情绪管理的底层科学机制，你不仅能收获内心的平静，还能在事业和生活中开启降维打击般的顺畅体验。提升快乐力的第一个核心方法叫做彻底活在当下。大多数人对于活在当下有一个极大的误解，以为只要不想工作，享受眼前的吃喝玩乐就是活在当下。但真正的活在当下，是一种对此时此刻状态的极致感知与掌控。不快乐的人往往只有2种生存状态，要么活在过去的懊悔里无法自拔，要么活在未来的不安里剧烈内耗。可你想过没有，此时此刻的你其实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安全得多，幸福得多。哪怕只是吃一顿最普通的米饭，当你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咀嚼的动作上，感受米粒在舌尖释放的甜味，感受食物给身体补充能量的过程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珍贵的滋养。可我们平时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们一边吃着饭，一边刷着手机，脑子里还想着未处理的工作邮件。这就好比一边开着车，一边踩着刹车，身体在现在，灵魂却早跑到了几千公里之外。文豪托尔斯泰曾经写过一篇极具启发性的短篇小说，名字叫《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》。故事里的农民叫帕霍姆，他每天辛勤耕作，倾尽所有买下了一块小土地。成为地主后，他并没有感到满足，而是拼命工作还债，接着又跑去买更大的土地。他以为土地越多，自己就会越快乐。可随着财富的积累，他看到的永远是比自己更富有的大地主，心里只剩下无休止的嫉妒与不甘。有一天，他听说远方有一个原始部落，只要交1000块钱，就能买下走过的一大片土地。规则很简单，从日出开始跑，只要在日落前跑回起点，你跑过的圈内土地就全归你。农民太贪心了，他从早晨一直跑，烈日当空也不敢停下歇一口气，甚至呼吸急促，双腿发麻也不舍得回头。最后在太阳落下的那一刻，他终于扑倒在终点线，却因为心肺衰竭吐血而亡。他的家人在地上挖了一个坑，将他埋葬。这时候人们才发现，他一生折腾到最后，真正需要的土地不过是长6尺、宽3尺的那一小块阴宅。这个故事无情地揭示了人类最大的悲剧。我们总是把幸福押宝在虚无缥缈的未来，却彻底忽略了眼前的生活。另一个故事同样深刻。老和尚和小和尚一起下山，
途经一条湍急的河流，看到一位穿着华丽的姑娘正焦急万分无法过河。老和尚二话不说，上前抱起姑娘就将她送到了对岸，随后放下姑娘继续赶路。小和尚在一旁看傻了眼，心里翻江倒海。我们是出家人，怎么能私自抱女孩子呢？但他不敢当面质问，只能憋在心里。一路上小和尚越想越气，越想越郁闷，一直到了晚上禅房熄灯，小和尚终于按耐不住质问老和尚：师父，我们出家人讲究戒律，你今天怎么能抱那个女人呢？老和尚平淡地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：我早在河边就把她放下了，你居然背了她一整天。你看，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过去发生的事，而是我们死死抓着过去的记忆，肯松手。想要摆脱这种困境，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极其简单，每天给自己安排5分钟的正念感官锚定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把所有的注意力依次放在你的听觉、触觉和呼吸上。听一听房间里细微的声音，感受衣服摩擦皮肤的触感，体会气体呼出和吸入鼻腔的温度变化。只要这5分钟你完全沉浸在当下的感官里，你的大脑就能从过去的懊悔和未来的焦虑中瞬间解脱出来，重新夺回对情绪的绝对控制权。提升快乐力的第二个核心方法叫做增强心理韧性，重塑压力认知。很多人对压力存在一个致命的误解，以为压力完全是坏东西，甚至想方设法打造一个零压力、纯舒适的人生。可脑科学研究表明，长期处于毫无挑战的绝对舒适区，大脑的神经元就会停止塑造，人会迅速陷入衰退与麻木。适度的压力其实是推动你生命向上跃迁的最强阻力。强人施瓦辛格原本可以凭借优越的条件躺平生活，但他却选择不断把自己逼入极具压力的领域。从健美冠军到好莱坞巨星，再到竞选州长，每一次跨界都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失败风险。但正是这些高压环境，铸就了他极其强大的气场和不可替代的成就。我身边有一位朋友，年轻时性格内向，甚至有些自卑。有一次公司接到一个超大型的紧急项目，由于缺乏经验，没人敢接这个烫手山芋，他被迫被推到了第一线。临近交付的那几天，巨大的压力让他几近崩溃，整夜失眠，甚至一度想要递交辞呈逃避。但他最终咬牙挺了过来，不仅成功交付了项目，还帮公司挽回了巨大损失。经历了那场风暴之后，他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他从一个唯唯诺诺的小新人，变成了眼神坚定、临危不乱的项目核心。后来他告诉我，恰恰是当年那场快要把他压垮的危机，彻底砸碎了他原有的懦弱，让他建立起了无与伦比的底气。我自己也曾走过一段弯路，过去为了逃避压力，我总是习惯性地躲在舒适圈里，只做自己熟悉的工作。遇到有挑战的新项目，我总是拱手让人，还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一劫。可结果是什么呢？几年下来，我虽然过得很轻松，但能力却停滞不前。看着当年不如自己的后辈一个个独当一面，升职加薪，我才猛然醒悟，逃避压力虽然能获得暂时的安逸，代价却是用未来的竞争力去买单。当我重新选择主动跳出舒适圈，迎难而上时，虽然压力猛增，但我明确知道这些压力是在帮我长肌肉。如果你此刻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感到喘不过气来，不要盲目逃避，也不要强行宣泄，请立刻尝试被科学证实有效的4到7到8呼吸调节法。这个方法的原理是通过调控呼吸节奏，强行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，降低心率，抑制皮质醇的过度分泌。具体操作非常简单，闭上嘴巴，用鼻子慢慢吸气，在心中默数4秒，接着屏住呼吸，在心中默数7秒，最后张开嘴巴，缓缓呼出气体，发出呼呼声。
在心中默数8秒，这样连续重复4次，你的神经系统就会立刻收到安全信号，紧绷的情绪会在几十秒内迅速平复下来。提升快乐力的第3个核心方法叫做精准管理身体能量。我们常常以为情绪低落是心理问题，但从生理学角度来看，绝大多数的情绪失控本质上都是身体能量枯竭的信号。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，只要前一天晚上没睡好，第二天整个人就会极其烦躁，平时根本不在意的小事都能让你大发雷霆。意志力不是无限的，它高度依赖于你身体的能量储备。能量不足时，你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就会失灵，情绪情感中枢杏仁核就会全面接管你的行为。要想让大脑时刻保持充沛的阳气和正向情绪，你必须学会像管理银行账户一样管理你的身体能量。首先是睡眠管理，入睡前15分钟，请务必关掉手机，远离荧光屏，因为屏幕发出的蓝光会严重抑制褪黑素的分泌，破坏你的深度睡眠结构。其次是饮食管理，千万不要为了寻求短暂的快乐而大量摄入高糖食物和精致碳水。高糖饮食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，造成著名的糖高潮与糖崩溃。当血糖急剧下降时，你的大脑就会释放焦虑和疲惫信号，保持血糖平稳，你的情绪才能持续稳定。再者是运动与自然接触，每天哪怕只进行15分钟的散步或轻度有氧运动，就能显著提升心肺功能，促进内啡肽与多巴胺的分泌，把充足的氧气和养分输送到全身。同时多去公园走走，看看绿树，听听鸟鸣。环境心理学研究表明，置身于大自然中能极大地降低人类的压力激素水平。你在工作中每专注25分钟，就请站起来走动5分钟，把视线移开屏幕，看看窗外。不要小看这短短的5分钟放空，它能让你的身体能量电池快速回血。提升快乐力的第4个核心方法叫做给大脑彻底放空，激活默认模式网络。在这个被智能手机和碎片化信息包围的时代，我们最大的隐患就是失去了无聊的能力。只要一出现几秒钟的空档，比如等公交、坐电梯、排队买咖啡，我们就会本能地抽出手机，无休止地刷短视频。你以为刷手机是在放松大脑，但实际上，这种密集的刺激会让你的大脑处于高度警觉的被动应激状态，不仅无法恢复精力，反而会造成严重的注意力疲劳。脑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人类的大脑处于不做具体任务、彻底放空的状态时，大脑内部一个极其关键的区域默认模式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， 简称 DMN， 就会被强行激活。DMN 网络就像是大脑背后的超级计算机整理程序，它会在你放空的时候悄悄整理你过去接收的碎片信息，帮你在看似无关的概念之间建立奇妙的神经连接，触发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灵感。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突破都不是在苦思冥想时发生的，而是在彻底放空的瞬间闪现的。牛顿在苹果树下悠闲散步时悟出了万有引力，阿基米德在泡澡放松时突然明白了浮力原理，凯库勒在打盹时梦见蛇咬住尾巴，从而破解了苯环结构。这些大师在之前投入了大量的资料研究，但在最后临门一脚时，都是依靠放空时 DMN 网络的自我整理。创造力本身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成就感与愉悦感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给自己留出15分钟的绝对发呆时间，把手机扔到一边，不看书，不听音乐，不思考具体工作，允许自己的大脑自由漫游。你会发现，那些困扰你许久的问题，往往会在发呆的瞬间迎刃而解。提升快乐力的第5个核心方法叫做对自己保持极度的宽容与自我慈悲。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不快乐的根源，是因为他们扮演了自己生命中最严厉、最刻薄的审判官。只要做错了一点小事，
或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，脑海里的自我批判声就会铺天盖地而来。你真没用，你怎么这么笨，你又把事情搞砸了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这种高强度的自我批判会直接激活大脑中的威胁防御机制，释放大量的皮质醇，极大地消耗你的心理能量。心理学中有一个极其重要且温暖的概念，叫做自我慈悲 self-compassion。 它的核心逻辑非常简单，像对待你最好的朋友那样对待你自己。当你的好朋友陷入低谷，做出错事时，你绝不会对他落井下石，肆意辱骂，你一定会耐心地倾听他，拥抱他，鼓励他，告诉他这没什么大不了，我们下次调整就好。可为什么到了你自己身上，你却成了最残忍的施暴者呢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原谅自己的小失误，这绝不是自欺欺人的逃避，而是最高级的心理成熟。从今天开始，请建立一个每天赞美自己3次的微习惯，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成就，只要是微小的正面行为都值得被看见。比如今天按时起床了，赞美一下自己；今天忍住没有对烦人的同事发脾气，赞美一下自己；甚至今天按时喝够了8杯水，都可以发自内心地夸奖自己一句。当你开始不断积累正向反馈，你的自我价值感就会稳如磐石，对外界的挫折和打击展现出极其惊人的免疫力。提升快乐力的第6个核心方法叫做心怀慈悲，提升同理心。很多时候，困扰我们的并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受到的情绪伤害。有人当众反驳你，有人背地里打压你，有人无理取闹影响你的心情。如果你始终站在自己的单一视角去硬刚，去愤怒，你就会把自己深深地套牢在情绪的泥潭里，白白浪费极其宝贵的精力。心理学和哲学共同告诉我们，当你能够运用同理心，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时，你内心的愤怒往往会在一瞬间烟消云散。几年前，我在职场中遇到了一个极其讨厌的同事，为了抢夺项目资源，他经常在公开会议上指桑骂槐，当众踩低我来抬高他自己。那段时间，我被他气得彻夜难眠，上班成了巨大的痛苦，脑子里每天都在盘算着怎么报复他，怎么跟他公开撕破脸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得知，他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激进和刻薄，是因为他的家庭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，而那个项目直接决定了他能否升职加薪，保住饭碗。当我用同理心站到他的视角看问题时，我突然看清了他的恐惧与匮乏。他那些看似攻击性极强的行为，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充满安全感危机的人在垂死挣扎。那一刻，我内心的敌意瞬间化解了。我没有选择跟他当面较劲，也没有陷入无休止的内耗，而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把项目成果做到极致上。结果不仅我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高度认可，那个同事也因为看到我的专业态度而心服口服，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。选择原谅和理解对方，从来不是软弱，而是你给自己的情绪松绑。放过别人，本质上就是放过你自己。了解了6大核心方法之后，我们必须无情地击碎社会上流行已久的3个有害谣言。第一个谣言叫做只要盲目乐观，强行压抑负面情绪就能成功。很多人以为快乐就是每天假装开心，把悲伤、焦虑和愤怒强行压进潜意识深处。但心理学中的白熊效应告诉我们，你越是强行压抑一种情绪，这种情绪就会以更猛烈的方式反弹，甚至诱发严重的躯体化症状。真正的快乐力从来不是抹杀负面情绪，而是允许负面情绪像云彩一样流过你的天空，你依然是那个宽广的晴空。第二个谣言叫做逃避所有压力，待在舒适圈才是终极幸福。很多人把躺平当成快乐的解药，可长期缺乏挑战的生活只会让你的神经系统加速退化，产生无边无际的空虚感与无价值感。
幸福不是没有压力，而是在战胜合理挑战的过程中，体验到自身能力的生长。第3个谣言叫做只有对自己足够严厉，不断鞭策自己才能进步。事实完全相反，过度的自我攻击只会彻底摧毁你的自信心，让你陷入无精打采的心理瘫痪状态。唯有自我慈悲与正向激励，才能源源不断地为你提供长期主义的续航动力。为了让这套快乐力系统彻底在你的生活中落地，我为你量身定制了一份极简的一日行动执行表。早晨醒来，不要立刻伸手拿手机，先做一组478呼吸，用正念感官锚定感受新的一天，开启清爽的晨间状态。白天工作时，严格执行25分钟专注加5分钟放空的时间节奏，利用这5分钟离开屏幕，喝杯水，或者去窗边发发呆，激活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。午餐时间，卸下所有工作焦虑，彻底沉浸在食物的口感与香气中，享受活在当下的滋养。下午感到压力飙升或者情绪波动时，不要硬撑，立刻做4组478呼吸，快速平复副交感神经。下班后，抽空进行15分钟的散步或户外运动，去公园感受大自然的能量充沛。晚上入睡前15分钟，果断关掉手机，远离蓝光，在心中默默盘点并赞美自己今天做到的3件小事，带着对自己的慈悲与满足自然入睡。在执行这套系统的过程中，请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保持绝对的诚实与耐心。在第1周，你的大脑可能会极不适应，特别是当你试图放下手机发呆时，你会感到强烈的焦虑和空虚。这完全是正常的戒断反应，请温柔地拥抱这种不适。到了第1个月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你对情绪的掌控力明显增强了，遇到突发状况不再容易暴脾气，晚上的睡眠质量有了显著提升。到了第3个月，神经可塑性效应会彻底显现，正向情绪与高能状态将成为你身体的默认底色，你的专注力、创造力以及事业发展都会随之迎来井喷式的突破。请始终记住，你的身体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神殿，去倾听它，尊重它，顺应它的科学机制，而不是强迫它，对抗它。特别提示，本内容仅作为心理学与生活方式的科学科普。如果你长期处于严重的情绪困扰或抑郁状态，请务必及时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快乐力与成功的底层秘密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给陷入焦虑和内耗的你带来了一丝启发与力量，请一定要点赞、收藏，并毫不犹豫地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。你的每一次分享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。最后，我想抛出一个值得每个人深思的问题留给大家探讨。回看你过去的人生，到底是哪一次你放下了执念，选择了快乐和接纳，反而意外迎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故事和独到见解，我会在评论区与大家深度互动。最重要的是，别忘了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跟随我们一起持续升级认知，解锁更高能、更通透的自己。我们下期再见。